结婚第6年，一向老实木讷的丈夫突然变得很奇怪。他每天要花1个小时打扮，2个小时健身，3个小时来给我送饭，然后警惕地打量每一个路过的年轻男人。我不明白他怎么了，直到后来看到了他的日记。他今天出门没有戴婚戒，这究竟是疏忽还是预谋？想不通，不敢问。我要疯了。他又点赞了那个男实习生，他是要逼死我吗？都怪那个不知检点的男人。镜子里的我在衰老，在腐烂，在变丑。不行，我必须让自己的皮囊更加完美，这样才不会被他抛弃。好无助，好绝望。我比他大5岁，我已经不年轻了，年老色衰，色衰爱弛，这就是我的下场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和应鸾结婚6年，从未吵过架。在所有人眼里，他相貌出众，事业有成，对我温柔包容，尊重礼貌，堪称完美的丈夫典范。可只有我知道，这份完美里藏着怎样的窒息。午休时，同事靠在茶水间的吧台边，绘声绘色地抱怨昨晚回家太晚，她老公如何生闷气，她费了多少心思哄她，最后还被剥夺了穿短裙的权利。说到这儿，她忽然转向我，眼里带着挑衅的笑意。许七七，应总在商场上那模一板一眼，私下里一定也是个占有欲爆棚的醋坛子吧？我垂眸笑了笑，没有回答，心里却泛起一丝苦涩。恰恰相反，这6年来，应鸾老实木讷的就像一个设定好程式的人，从不吃醋，从不会过问我和谁来往，从不关心我几点回家，更不会碰过我的手机。同事总说，爱都伴随着占有欲，没有占有欲就是不爱。那么，应鸾或许从未爱过我。难道这场婚姻里沦陷进去的只有我一个人？指尖无意识地收紧，掌心传来玻璃杯的温暖触感。杯子里是应鸾今早出门前给我泡的红糖水。他沉默地把水杯放进我的手提包，转身就进了衣帽间。最近，他好像格外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，甚至还会喷他从前最讨厌的香水。一想到这，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些不太好的想法。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家里的监控，荧幕里，应鸾在正对着监控的位置健身。他赤着上身，喉结滚动，完美的肌肉线条在阳光下格外性感。人鱼线间的薄汗在发力时泛开涟漪，低腰运动裤松松垮垮地挂在胯骨上，随着动作微微下滑，又被他随意地向上提了提。这一举一动很像是某种危险的邀请，极具诱惑力。我喉咙发紧，指尖在放大画面的键位上悬停片刻，最终还是点了下去。然而下一秒，荧幕骤然切换，老板的视频通话突兀地弹了出来，所有旖旎的遐想瞬间被打碎。我猛地闭上眼，手指抵着桌子，几乎要捏碎滑鼠。老板的电话是通知我们晚上聚餐的。我惦记着家里的男人，下意识去摸无名指上的婚戒，结果却落了空。愣了一瞬，才想起前天夜里和应鸾胡闹的事。我当时怕伤到他，把婚戒摘下放在了床头柜上，结果导致这2天都忘记带了。周围的同事一收到老板消息，都纷纷向家里报备。我沉吟片刻，也走到楼道里给应鸾打了个电话。应鸾如同往常一样秒接，声音低哑性感，带着钩子。七七。我的脸莫名一热。应鸾，我今晚上要和同事去吃饭，可能会晚回家。话音落下，电话那头突然陷入死寂。应鸾没吭声，
连呼吸仿佛都被掐断了。我察觉到异常，轻声唤他：应鸾。我在听。应鸾回神，嗓音像是被砂纸磨过，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战栗：你一定要去吗？我正要说是，却又被他颤抖着打断。那晚上还回来吗？七七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莫名其妙的点点头，当然会回来。真的。他的音量拔高，又猛地晋升，听筒里只剩下紊乱的呼吸声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会等你回家，你想什么时候回都好，只要还回就好，我会永远守在家里等着你。我察觉到他有些奇怪，于是又嘱咐了一句：记得给我留灯。他这次没有迟疑，好像怕我反悔似的，利索地答应：好。我们老板是出了名的周扒皮，部门聚餐被安排在又小又乱的大排档。等挨到聚餐结束的时候，我裸露在外的颈侧，小腿、手腕都被蚊子叮上了又红又痒的包，忍着身体不适，把几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同事挨个送回家。等到终于推开家门时，已是晚上10点了，外面下着小雨，玄关的感应灯亮起，映照出空荡荡的客厅。应鸾又不在家。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正准备给他打个电话时，身后的门突然被推开，应鸾就这样浑身湿透地出现在门外，水珠顺着他凌乱的发梢滴落，在地板上积成一小滩水渍。向来熨贴的白衬衫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他紧实的腰线，而西装外套和领带却早已不知所踪。现在的他再也不见往日里的金贵从容，就像一条狼狈又破碎的弃犬。对视了几秒，应鸾率先开口，语气平静到近乎诡异：回来了。我点点头，连忙拉他进来：你去哪了？怎么淋成这个样子了？快进来。应鸾机械的迈步，目光一寸一寸掠过我的眉眼、鼻子、嘴唇，最后落在我的脖子上。然后他蓦然一僵，我闻到他身上夹杂着一丝熟悉的油烟味，很像是今天聚餐的那个大排档的味道。应鸾，你是去接我了吗？真抱歉，你没找到我是因为我晚上去。我不想知道。他猛地打断我，声音激烈而尖锐，慌乱地避开我的视线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没有去接你，我只是出去走走。我尴尬地舔了舔嘴角，这样啊？好吧。应鸾，我今天晚上。应鸾睫毛狂颤，好了，我累了，我要去洗个澡，要去洗澡。说完就急急忙忙地冲进浴室，像是在逃避什么，背影仓皇又恐慌。我在客厅愣了片刻，清楚地听到浴室里除了淅淅沥沥的水声，似乎还伴随着几声隐忍而绝望的啜泣。我有些担心应鸾，于是走过去敲了敲门。应鸾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哭吗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片刻的死寂后，传来他平静的声音：你听错了，我没事。听到他说没事，我这才放心地回到沙发上追剧。应鸾洗完澡出来，沉默地站在离我不远的穿衣镜前，认真地搭配衣服和领结。我听到动静，下意识看他一眼：你明天不是调休在家吗？还戴什么领结？多麻烦，多浪费。应鸾闻言，手指突然僵在半空，指节泛着不正常的苍白。我揉揉眼睛，这个领结的款式有些老旧了，这周末我去重新给你挑一个吧。应鸾没说话，缓缓垂下手，领结从手中脱落，无声地落在地上。老旧的，只有领结吗？他开口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我轻身靠近他一点，闻到了他身上好闻的淡香。应鸾，你在说什么？应鸾突然转身，浴袍带起一阵潮湿的风。我吓了一跳，看清了他通红的眼眶，死死咬住的下唇。
以及他身上那套我在刚结婚时故意买给他的不太正经的蕾丝睡衣，他当时死活不肯穿，而现在却和我想象的一样。老实人穿这种衣服确实有冲击力。我呼吸乱了，艰难别开眼，哈哈。那个，你还真是宝刀未老哈。然而此话一出，应鸾像是被刺中了，狠狠一颤，老。我红着脸点点头，主动去勾他的手指，那个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。应鸾愣了几秒，触电般的躲开我，咬住嘴唇，声音哽咽，我要去书房处理点事情，你早点睡。很奇怪，他又是那副样子，眼里的恐慌和躲避都要溢出来了，就好像我不是他已经结婚6年的妻子，而是什么不可触碰的瘟疫。我深呼了一口气，强忍着心底的怒火，才没有追上去质问他今天一副小男人唧唧的样子，到底是在闹什么？明天还做季度汇报，这直接关系到我的升职问题，所以今天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精力和他争吵。就这样一个人迷迷糊糊睡到半夜，脖颈间突如其来的凉意惊醒了我。我强撑开眼皮，看到应鸾坐在床边，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把他绷紧的下颌线镀成一道银边。他垂着睫毛，动作僵硬地往我脖子上涂抹着什么东西。我捉住他的手腕，应鸾，你往我脖子上涂什么呢？他抿了抿唇，嗓音低哑，活血化瘀膏。顿了毒，又补了一句，明天你要当着全公司做季度汇报，这样会被人议论。他说的有道理，我从小皮肤敏感，被蚊虫叮咬后总会留下一些红痕，久久不散，而顶着这副样子去做季度汇报确实不好看。我放下手，重新闭上眼，含糊地说，确实，谢谢老公，你也早点睡。应鸾没说话，呼吸变得有些抖，俯身过来轻轻吻住我的额头。我困倦地睁不开眼，自然也莫听清应鸾接下来的话。你变心我不怪你，更不会质问你，指责你，因为那不是我作为合法丈夫该有的度量。我也知道，肯定是外面那个不知检点的贱男人勾引你，我会处理好他。我们的婚姻终将重新步入正轨，离婚这件事只会出现在别人的幻想里，我们绝无可能离婚。在沉睡前的最后一瞬，我似乎还听到了一声痛苦而压抑的抽泣，像是那种丢了老婆独守空房的怨妇才能发出来的声音。紧接着，一滴温热的液体砸在我的唇角。第二天，应鸾很早就出现在厨房里，裸着最近练得颇有成效的上半身，十分大胆地只穿了一件围裙，粉色围裙带子在他后腰勒出深深的凹痕，背部和腹部的肌肉随着动作起伏着。我不知道一向木讷无趣的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开放了，一大早上就吃这么好。昨天晚上被他丢下的不悦瞬间消散，低下头努力压住自己即将飞起来的嘴角。那个，应鸾，你穿成这样做饭，给你烫俩大水泡就老实了，哈哈。应鸾，气氛好像有些怪。我悄悄掀起眼皮，看见了他眼下的乌青。你昨晚没睡好吗？应鸾顿了毒，面不改色地开口，没有，睡得很好。我走过去，在他对面坐下。哦，对了，今晚公司那个新来的实习生要请吃饭，所以我晚上可能会回来晚些，也可能不回来了，因为还有一些事。应鸾承粥的手一抖，瓷勺突然磕在碗沿，发出叮的一声脆响。沉默半晌后，他扬起一个僵硬的笑，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，好的，你身体娇气，晚上别闹太久。他答应得痛快，而且什么都没问，看起来一点也不在乎我要和谁去干石磨。我再次想起昨天的猜想以及他那副扭捏的样子，心口瞬间堵得发疼，抓了2片面包就往外走。
走到门口，我又想起什么，于是折身而返。应鸾的背脊瞬间绷直，眼睛倏地亮起，一脸期待地看向我。我看也不看他一眼，褪下无名指上的戒指丢在他面前。今天先不戴了，不太方便。金属与木质桌面相撞的声响让应鸾瞳孔震了一下，他紧抿薄唇，死死盯着那枚戒指，指节攥得发白，脖颈上青筋暴起。我把茶几上的资料一股脑全都塞进包里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关门前1秒，我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应鸾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目送着我，那双眼睛黑沉得可怕，仿佛是在压制着什么风暴。即使走出好一段距离了，我依然能感受到那道紧粘在我身上的视线。我冒雨冲进车库，压抑着心头的不爽坐进车里。闺蜜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跳出来，什么7年之痒，什么形式婚姻，刺得我眼眶发酸。我气急败坏地给应鸾发消息，应鸾，实在不行我们就离了吧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根本不爱我？如果你爱我，就请你大声告诉我，如果你不爱我，那么这段婚姻也没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了。我们都及时止损，别再浪费我的时间，都妨碍到我去找我的小鲜肉了。放完狠话，我手忙脚乱地删除了和他的对话框，把手机随意一扔，所以根本没有看到。因为信号太差，3条消息只发出去了第1条和第3条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在车里等了足足20分钟，也没有等到应鸾的回复。我彻底心灰意冷，忍着心口的钝痛，吩咐助理给我拟一份离婚协议邮寄到家里。一到公司，我瞬间就把和应鸾的那些事统统抛到脑后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，顺利结束了一上午的工作。我很高兴，给同组的人都买了奶茶。新来的实习生蒋罗第一个冲出来接过奶茶，然后挠了挠我的手心，恭喜啊，姐姐，今天这杯奶茶格外的甜哦。我不适地缩回手，皱起眉正要说话，却猝不及防撞上了玻璃门外的视线。应鸾西装革履，静立在走廊阴影处，手里捧着保温饭盒，眸色沉沉，面无表情，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了多久。我见到他有些意外，应鸾，你怎么来这了？应鸾移开原本落在蒋罗身上的视线，对上我的眼睛，缓缓牵动嘴角，露出一个令我后背一凉的笑。老婆，我来给你送午饭。这个亲昵的称呼被他咬得字正腔圆，且声音洪亮，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激起一阵不小的骚动。我的呼吸一滞，这个称呼在记忆中总是会伴随着卧室暧昧的灯光。灯光下，应鸾双眼潮红地抵着我的锁骨，汗湿的头发轻轻擦过我的下巴，喘息一声比一声急促，然后才会抑制不住从喉间溢出来的这一声沙哑低语。而今天却被他在从前最抗拒的大庭广众之下扬声喊出来。我后背瞬间窜上一阵细微的电流，心间猛然发颤。今天的应鸾好像和往常不太一样。蒋罗微微挑眉，嘴角扬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，原来是应总啊，姐姐她总是和我提起您呢。应鸾从容掀唇，是吗？七七倒是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你。蒋罗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很难看，他在应鸾面前就像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毛头小子。应鸾对他的表情变化视而不见，居高临下的睨着这个不自量力的小年轻，嘴角挂着一丝笑，像是在看什么不入流的垃圾。我还要多谢你对我妻子的照顾，要来根烟吗？应鸾说着，就伸手去口袋里摸烟。我还在纳闷他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，结果下一秒就看见他摸出来一个十分扎眼的红色物体，不是烟，而是我们的结婚证。结婚6年，这结婚证却被他保存的像是全新的一样。
只有边角的地方颜色有些淡，像是被人常年拿在手里不停摩挲而导致的褪色。应鸾不经意地歪了一下手，结婚证在手心转了一个漂亮的弧度，朝着蒋罗的方向露出烫金的钢印，语气里带着刻意的困扰。不好意思，拿错了，一不小心把我们的合法证明拿出来了。蒋罗攥紧手掌，无语地抽了抽嘴角，大概是想骂什么，但一对上应鸾沉下去的眼，他瞬间熄火，僵硬地别开脸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很显然，在应鸾这个绝对权势面前，他的怒火最终只能烂在肚子里。我的脸从应鸾莫名其妙地掏出结婚证的时候就开始发烧了，连忙挡到他面前，一把夺过结婚证，慌慌张张地藏进包的夹层里。应鸾，你把结婚证掏出来干嘛？别在这站着被大家看了，赶快跟我去办公室吧。话音落下，应鸾脸上的从容被瞬间击碎，手还保持着那个悬空的姿势，垂眸凝视我，眼底交织着绝望、怨恨和不甘。我看着他血色渐退的脸，不合时宜地想起了一个词语：绝望人妇。我回过神，拉着应鸾大步朝办公室走，一路上遇到人就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埋进领子里。应鸾始终沉默地跟在我身后，眼神随着我的躲避一寸一寸地暗淡下去，直到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应鸾低低地喘了一口气，眼中紧绷的弦彻底断开，一把攥住我的手腕。我惊呼了一声，被他强硬地扯进怀里，重重抵到落地窗前，脸紧贴在冷冰冰的落地窗上，后背紧贴应鸾滚热结实的胸膛，被冰火两重添加剂的感觉吊得我不上不下，难耐地咬着下唇。应鸾，你，67楼的高度，外面在打雷，闪电好似就在我眼前炸开了。下一秒，后腰突然传来细微的触感，竟是应鸾用牙齿咬住了我裙装的拉链，慢条斯理地往下扯，金属拉链分离的声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。应鸾冰冷的手掌顺着我的腰窝钻了进来，贪婪覆盖住敏感的地方，激得我浑身一颤，脚趾猛地蜷缩又舒展，高跟鞋跟无意识地碾过他的皮鞋。应鸾由蹲改为跪，他跪在我的身后，极度不安地啄吻我的后腰，声音偏执而狂躁。你小我5岁，年纪小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眼睛也很正常。我说过，你在外面怎么玩，怎么闹，我都会包容，犯了什么样的错，我都会原谅你，因为我知道，肯定是那些不知检点的贱男人勾引你，你只是一时昏了头，你最后还是会回归家庭的，就算你有离婚的念头，肯定也是他们怂恿的。那帮小崽子，我会腾出手好好处理他们，然后把一切都搬回正轨。此时，窗外又有一道闪电劈过，他眼底猩红可怖的占有欲瞬间被照亮，低声喃喃着：可是你不该真的提离婚，随随便便就提离婚，就算我再能包容，七七，你该受一点惩罚。我从未见过这样失态的应鸾，听不懂的同时还有些害怕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勾引？什么意思？不行，别再动了。应鸾，这是在办公室，快放手。混蛋，你再这样，我就真的要跟你离婚了。我要离婚。应鸾动作僵了一瞬，听了我的威胁反而更疯了。我被他扔到沙发上，刚要挣扎坐起来，他的吻就落了下来。他一手捏着我的下巴，一手脱掉自己的衬衫，吻得又深又狠，舌头蛮横地闯进牙关，几乎要探到喉咙。我从被他这么粗暴的对待，浑身战栗地仰着头，指甲凶狠地抓破他没有一丝赘肉的后腰。这样尖锐的疼痛，他却连眼皮都莫抬一下。也是在此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如果他不是心甘情愿地惯着包容着我，
我在他手里就是只能随意拿捏的小鸡崽子，嘎嘣一下就会被掐死。我一口咬住应鸾的肩膀，眼尾被逼出生理性泪珠，在他的手下扭成了麻花。窗外电闪雷鸣，窗内温度却急速升高，理智在全线崩溃，事态朝着不可描述的方向发展。咚咚咚，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，紧接着秘书羞愧的声音传过来：抱歉徐总监，可是我们到时间去开会了。应鸾如梦方醒，喘息着直起身，眼底翻涌的暗潮一点点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后悔和自责。我从高空坠落，狼狈不堪地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双眼失焦，唇瓣发麻，身上的衣服乱七八糟的。应鸾注视我良久，起身在沙发旁跪下，抖着手帮我把拉链拉上，又去拢我的头发，眼底覆盖上一层愧疚的水汽。七七，抱歉，他猛地偏头，痛苦地呜咽了一声，豁然站起朝门外走。我无法忍受他又要逃避，踉跄起身想抓住他，结果不小心撞到了桌角，而桌上那叠今早从家里带来却未来得及整理的当，哗啦一声散落在地。就在这一片狼藉之中，一个漆黑的物件从纸页间滑出，重重砸进地毯。我的目光立马被吸引过去，然后看到一个陌生的黑色日记本。我不记得自己有这样的本子，迟疑了2秒，小心翼翼地翻开了一页。紧接着，那独属于应鸾的字迹像毒蛇一样瞬间闯入我的眼帘。他今天出门没有戴婚戒，这究竟是疏忽还是预谋？我紧盯着他的手指看了整整7分钟，却连问出口的勇气都没有。他又点赞了那个男实习生，他是要逼死我吗？点赞和亲吻又有什么区别？他也想亲吻那个年轻的男孩吗？他们之间到底到了哪一步了？我要问问他吗？不行，说不准他就在等着我问，然后直接向我摊牌离婚，最后一脚踹开我。我不能接受，我不能去问他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他。镜子里的我在腐烂，在变丑，眼角生了细纹，连腹肌都不如从前分明了。我必须更努力，让自己的皮囊更加完美，必须让他摸到我的身体时就舍不得移开手。正夫之争向来残酷，我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打败那些想挖墙脚的坏家伙。好无助，好绝望，可我已经不年轻了，年老色衰，色衰爱弛，这就是我的下场。我终究还是会被他像丢破布一样丢弃。半夜从被抛弃的噩梦中惊醒，我死死咬着被子不敢出声，怕吵醒他，更怕从他的眼里看出对我的不耐烦。七七，我的七七，是我的七七，你不要戒指了吗？那是不是也不要我了？你丢下戒指的动作是那么的利落，那是不是丢下我的时候也会那么的利落？我低估了那个蠢货，竟然引得七七摘下戒指，这是想和我离婚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七七，满满一页的七七是那样的触目惊心，我好像发现了应鸾的小秘密。我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这才惊觉自己的后背僵硬，右手不受控制的颤抖。应鸾这几天所有的异常整齐地在我眼前铺开，像是幻灯片一样清晰明了。每天10点准时对着监控健身，搔首弄姿地展示着自己微湿的腹肌和人鱼线，刻意喷上我最喜欢闻的香水，精心打理好头发，换上认真搭配的衣服。所以他这个人前的禁欲总裁，私底下扮演的角色却是一个妻子出轨后无可奈何，惧怕离婚不敢质问，只能蓄意勾引，并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挽留住对方的绝望弃夫。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，爽得头皮发麻，只恨自己错失良机。
怎么没早发现他的异常？怎么没早发现这本日记？很快，我就收到了蒋罗的请假申请。出于对下属的关怀，我随口问了一下他请假的理由，结果面前的3个人异口同声说出了3个理由。人事部说他被路边恶犬咬了好几口，我的秘书说他遭遇车祸，被撞飞了4米，他身边的同事说他从3米高的台阶上掉下来，摔断了一条腿。我主动给蒋罗发了消息，蒋罗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蒋罗隔了2秒，毫不停顿地发来一大串，我下班路上被疯狗咬了好几口，为了躲狗我拼命地跑，然后从3米台阶上掉下来，把腿摔断了，有好心人送我去医院，结果又惨遭车祸，我被撞飞出4米。总之，这个班我是上了不了了。我沉默了一下，那你好好休息。蒋罗发了一个表情，随后又说，徐总监，很抱歉今天晚上不能和你吃饭了，可是餐厅我已经订好了，留着也是浪费，不如你和你老公去吃吧。你想在下班后见见他吗？见见你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、风度翩翩、气宇轩昂、财大气粗的老公。我微微蹙眉，不用，不想，你快取消吧。蒋罗忽然没了动静，我挂了电话，再次打开家里的监控。应鸾回到家后就接收了一个快递，快递袋子里装了东西，他扫了几眼后，就突然脱力般倚着门滑坐在地上。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但监控显示，他在地上坐了整整1下午，直到5点半的闹钟响起，他一个机灵，缓缓回神，机械地撑起身子，抬脚走向厨房。厨房里很快传出来切菜做饭的声音。虽然他看到的东西令他痛不欲生，但是5点半一到，他所有的情绪都必须为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让位，那就是他的妻子要下班回家吃晚饭了，他还要做饭。我猛地收紧手掌，忽然一刻也等不了了，我要下班，我要回家。这一路上，我想了很多，想着一会儿推开门就把日记本丢在他脸上。狗东西，以为我出轨了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，尝了张嘴就知道吃饭是不是？魏石魔不肯问我，还不敢问。怎么平常在生意上那副杀伐决断、大刀阔斧的样子是被狗吃了吗？帮我解决事情的时候一套又一套，轮到自己的时候就绳子一套是吧？套的还是拴狗绳。我骂骂咧咧了一路，结果一推开门，立马被客厅里潮湿压抑的空气压得呼吸困难。应鸾的身影隐在黑暗里，修长手指死死攥着一份当，指节泛着森白，极力压制着自己想要摧毁一切的情绪。许七七，告诉我，为什么就一定要离婚？我错愕地瞪大眼睛，借着灯光看清了他手中的当是一份离婚协议。完蛋，上午随口让助理你的离婚协议，居然被直接寄到应鸾手里了。鉴于应鸾听到离婚2个字，就像疯狗一样失控，我抓了抓头发，连忙解释，应鸾，这是个误会，我并不想跟你离婚。是么？误会？应鸾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声音忽然平淡下来，就像是问我今天天气一样。那你证明给我看。我抿了抿唇，迅速在脑海中梳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正准备开口，却被他蓦然打断。他的嗓音低哑，像是淬了冰，带着不容抗拒的命令。许七七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过来吻我。我浑身一僵，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下意识抬眸看向他。应鸾仍穿着上午那套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，锃亮的手工皮鞋在灯光下泛着冷光，整个人好像一个居高临下的 DOM。 我嗓子一紧，被自己的想法惊到，抬眼却看见了他眼中一闪而过的受伤。我叹了口气，走过去，
在他怀疑的目光中，重重地吻上他，唇齿纠缠，辗转反侧。还要我做什么？分开时，我微喘着问他。应鸾眸色暗沉，眼里还是一点信任没有，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他一直忌讳隐瞒的那件事。如果离婚，我真的会弄死你在外面的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崽子。居然是拿这个威胁我。我笑出声，我外面没有活蹦乱跳的小崽子，但在家里有一个自怨自艾的老东西。应鸾错愕了一秒，又发狠地说，那你对谁动过心，我就害谁。我只对你动过心，你要怎么害自己？应鸾猛地僵住，眼底的阴霾瞬间褪去，指尖微微发颤。我无奈，缓缓抚摸他的脸。日记我都看了，应总文笔不错，想象力更是一绝，就是脑子不太好。自己脑补了一出妻子出轨的绝望怨妇大戏，分不清蚊子包和吻痕，但健身和打扮自己并试图取悦我这事倒是值得夸奖。我喜欢被取悦得很快乐，请再接再厉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不来问我，你是当代忍者龟，这件不长嘴的事不值得提倡。气得我想跳起来抽你2巴掌。应鸾耳朵急速变红，不可置信地掐了自己一下又一下，最后嗫嚅了半天，才很小声地说了一句，现在抽也可以，我不会躲的。我安静了几秒，应鸾忽然卸下所有伪装，把脸埋进我的脖子里，无声地落一滴滴泪。我怕问了，你说了真相后就提出离婚，毕竟我真的比不上。我宁可自欺欺人地躲避真相，也不要和你离婚，只要你还肯回家，所有事我都可以装作没发生过。我有些心酸，捧起他的脸，指尖擦过他哭得鼻头红红的，看着他粘湿的睫毛变成一簇一簇的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应鸾啊，你控制得太好了，让我一度以为你是不是不爱我。我提离婚和任何人都无关，只是因为我误以为你不爱我，赌气罢了。我也不要和你离婚。应鸾声音闷闷的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我都能说服自己包容你做那些事，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有多爱你。解开心结后，浴缸的水晃了整整一夜，一声声沙哑的老婆和记忆中出现过的那些瞬间重叠了。我最后的记忆就是东方破晓，然后应鸾再次扑过来，不知疲倦地咬上我的锁骨，天都快亮了才睡着。结果一大清早又想上厕所，我扒开应鸾的手，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，结果立马意识到不对劲，10分不对劲，万分不对劲。低头看了一眼，气得倒吸一口冷气，直接回身扇了后边人1巴掌。应鸾被拍醒，不觉得疼，摸脸摸皮的又贴上来，温热的呼吸喷在我的颈后。谁说这老男人老啊？这老男人可太棒了。正文完，番外，应鸾那来自年上人夫的自觉和责任。应鸾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比许七七大5岁，是在他大学毕业典礼上。许七七穿着学士服在人群中朝他挥手，而他站在家长区，西装革履，手里捧着一束他最喜欢的向日葵。许七七的舍友调侃他，七七，那是你哥哥，好帅啊。许七七是如何回答的他莫听清，心里却泛起一丝酸涩。一向引以为傲的冷静自持和收放自如的情绪，好像总会在许七七身上失效一次又一次。他深知自己不该这样，却又心甘情愿地沉沦着。大学毕业后的许七七就像一只出生的小鸟，扑腾着翅膀的想要闯进风暴里，而他庆幸自己早已在商场的明争暗斗中磨砺出一身铠甲，有足够的能力替他挡下所有风雨，不遗余力地托举他，为他撑起一片天。年上者的爱，是提前预判好所有的危险和意外，再不动声色地为他扼杀掉，是无声的托举，是甘愿做他脚下的台阶，
让他站得更高，走得更远，却从不会邀功。许七七第一次单独和年轻男同事出差时，应鸾在机场送别时表现得体，甚至主动和男同事点头示意，理智地给许七七围上围巾，落地就给我打电话：你入住的酒店老板和我有合作，有什么事你就去找他，多磨贤良淑德，多磨体面大方。许七七笑住点头，像一只风筝从他手心里脱落，离别前甚至还忘了吻他。他转身把车开到机场停车场最角落，一拳接着一拳地砸在方向盘上。车载广播在播放着许七七下车前随手点播的节目，主持人笑着调侃：现在年下恋越来越盛行，大叔们要学会放手啊。他猛地一拳砸上去，任由手背淤青流血，然后面无表情地拨通秘书电话，给我换辆车。当晚，他对着镜子健身到凌晨，全身的肌肉都因过度训练泛着不正常的红。淋浴时，热水冲过发颤的肩膀，他忽然恐慌地捂住脸。许七七在睡前习惯性地给他打了一通电话，他听着电话那头女孩的声音，躁动的心奇迹般的安静下来。电话持续到许七七快要睡住，迷迷糊糊中，他低声说了一句：应鸾，这里什么都是陌生的，真的不好，我有点想你了。应鸾沉默了好久，只是轻轻地安抚了一声：早点睡，明天还要早起。然后默不作声地给秘书发消息，订了一张去往许七七出差的城市的机票。他马不停蹄，连夜飞往，生怕晚了一秒，他就要哭成小花猫。在这样艰辛又痛苦的世界上生活，他们其实是彼此的解药。应鸾发现许七七的异常时，心脏像被钝刀缓慢凌迟着。他忘记戴的婚戒，对着手机的笑意和年轻实习生的互动，都让他在每个失眠的夜晚做着最坏的可能。他还是厌倦了他这个年长5岁的丈夫，可是他比自己想象中更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其实，只要他还愿意回家，只要他不提离婚，一切都不是问题，不是吗？他甘愿做个自欺欺人的瞎子。他开始更精心地打理自己，健身时故意对着监控展示肌肉线条，喷他最爱的香水，把结婚证带到对手面前示威。他卑微地劝导自己，最深的爱其实就是放弃占有，甘愿成为他生命里体面的备选项。可他还是提了离婚，他连当备选的资格都要失去了，他要失控了。他在办公室里强吻了他，偏执地想要在他身上留下占有的痕迹。理智回笼的瞬间，他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，他生怕看到一丝一毫的厌恶和气愤，更害怕他再次提出离婚。于是他落荒而逃，前所未有的狼狈。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家伙，此刻在心爱女人面前就像是一条丧家之犬。但很快，许七七发现了那本日记，他们之间最后的遮羞布被扯下。许七七并没有像记忆中妈妈唾弃爸爸的占有欲那样唾弃他，也没有像妈妈那样说他是变态，吵着要他滚，而是欣然接受了他不堪的那面，并主动抱住他，说他是笨蛋。他落了泪，紧紧回抱他，像是终于抓住了悬在心口多年的那把刺。原来爱不是一定要沉默的，原来占有欲也可以理直气壮啊。年上者的责任不只是守护，还有坦诚相待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